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厘子，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？那今天这个视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难搞清楚的一个词，因为我发现100个学生跟我说这个词，100个学生都会说错。那这个词其实在英语里面也非常的难以理解。今天我要说的这个词就是 confused。那其实很多人都学过 confused 的这个词，可能在 HSK 3的时候，大家就已经学过了这个词。我记得大部分人第一次学 confused 学的是糊涂，糊涂这个词，所以后来学生在跟我说他很 confused，他对一个问题很 confused，他对一个 grammar 很 confused 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糊涂这个词让我很糊涂，这个事情让我很糊涂。但是其实虽然在英语里面你可以说confused me，但是在中文里面不一样的 confused， 不一样的情况，不一样的 conversation， 不一样的人，你都要用不一样的词来说。那最简单的第一个糊涂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词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。其实糊涂，它更多的是说一个人的性格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，比如说 Cherry 总是忘记东西，他总是把手机忘在家里，他总是把自己的水瓶忘在学校，他的性格很糊涂，他有点糊涂。那你看，当你用糊涂的时候，他说的是我的性格，我的习惯。那这种糊涂每天都会有，这样的糊涂每个小时都可能发生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糊涂。那学生就要问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一个语言的时候，会有2个词，或者会有一些语法让我们很 confused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一般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个 phrase， 不是一个词，我们会用一个 phrase 来说你的情况。比如说有2个词，你不知道它们的用法，它们看起来很像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用。那这个时候你要说我搞不清楚。比如说老师着急和担心这2个词，它们的意思都是 worried， 但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搞不清楚，这2个词我搞不清楚。还有比如说有一个 twins，有一个双胞胎，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，我很 confused， 我搞不清楚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，我的脑子很乱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说搞不清楚。搞不清楚，大部分的时候呢，都是说你不知道2个东西的 differences 在哪里，2个东西的区别在哪里，他们有时候会 mixed， 然后让你搞不清楚。那 confused 其实它还有更多的意思，可以用更多的中文的词语来说。就比如说，我再给大家一个 context， 比如说你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突然大家都笑了，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笑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很懵，我很懵。懵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然后所有人都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。那这个时候你很懵。那你可以说 confused， 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笑。那你也可以说我很懵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笑。所以如果你有时候你可以说懵，
它的意思就是你对一个 situation， 你对一个情况搞不清楚。可以说我很懵，我的脑子里面都是空白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，我在哪里，我该说什么。这个时候你很懵。那 confused 它其实还有第四个意思，第四个意思是非常 confused 大家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 confused 它是 adjective， 它是一个形容词，但是有时候我听到学生他会用 confused 作为一个动词，那比如说学生会说，这个词 confused me。我不知道英语这样说对不对，但是有的学生他在翻译的时候，他会把 confused 变成动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动词的 confused 在中文里面我们说迷惑，迷惑。比如说，我问了学生一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，大家都不明白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然后你们可以说，哎，老师的这个问题迷惑了我。可能迷惑它有一点点的意思是 tricky， 就是我想让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，那我会迷惑你，我会给你一些 tricky 的问题，那这个也是迷惑。比如说在中文里面有很多词，它听起来都很像，但是呢，它又是不一样的词。比如说 tones， 在中文里面声调有很多声调一样的词，拼音一样的词，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意思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这些词的声音迷惑了我，这些词的声调，这些词的拼音迷惑了我。这是为什么大家应该学习汉字，因为有时候只看拼音的话，真的会迷惑你，真的会让你搞不清楚这个拼音和这个词的意思到底是哪一个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 confused 的4个意思。希望我没有让大家非常 confused， 希望我没有让大家搞不清楚这4个词的意思。其实 confused 还能用更多的中文来表示。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例子或者更多的问题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在 comment 里面写下来，我会回答你们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